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第16集，也就是房车使用5年后，我再谈房车。今天继续说说床的事情，也就是上下床或者叫高低铺。那么是否适合双人房车出行呢？先说我的结论我认为是不合适的。虽然我的车上面是上下铺，那么其实我也是经过这么多年使用下来，感觉它还是不舒适的。如果说我再买房车的话，我是不会这么考虑的那么说说我的理由。首先，房车内部的净高是有限的能做到1.8米、2米就算不错了那么在这么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你要做上下铺那么很可能下铺的这个绝对高度是有限的。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就没法坐直这个是很痛苦的。因为有时候你在床上你想做一些阅读或者说是看看手机你并不是说马上就想睡觉，对吧？所以说你不能坐直的话是很别扭的，而且你不能坐直的话，你上下床也是比较麻烦的你想起床下床都很别扭你就得这么侧翻过来，然后再下床是不是很别扭？包括你还得侧翻这么侧着进去上床都很别扭。那么下铺坐不直，那上铺就更别谈了上铺就会更压抑。那么有的朋友说，那我为什么不把下铺做得高一点呢？是你可以做得稍微高一点但是你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床下面应该是一个通舱，对不对？可以存放一些物品。你做得太低呢，你的这个通舱的体积又会被压缩，对于储物又不方便如果说你牺牲储物，你把你的这个下铺的空间做高一点，可能也达不到你的想象的那个高度，你还是坐不直具体的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身高去测一下反正我那个车上是做不到的这是这个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上下铺，如果上铺睡了人，那么一旦这个有人翻身，不管是下铺的翻身还是上铺的翻身，另外一个人都会感受得非常明显如果说你睡眠很轻的话，那么你很可能就睡不好这是上下铺的一个毛病，就是晃动非常明显那么有的人是说改良把这个上铺给它掀起来，或者可以给它折起来折叠上去，这样的话下铺不就够高了吗？的确如此那这种情况就只能适合说你一个人出行，对吧？你要想双人出行的话，那怎么可能掀起来呢？你还得用另外一个床铺，对吧？所以说这都是相矛盾的那么现在又流行一种什么子母床就是所谓的下面会宽一点经常见于那种 C 型车里面下面会宽一点，做到1.3米甚至更宽一点那么上铺呢是比较窄，这样的话呢折一下的话也能坐直那么这种的舒适度的确会高一些但是晃动的这个问题它解决不了除非你还是刚才我说的一个人出行，对吧？这是这个上下铺的弊病那么如果说你在房车上坐床的话尽量的还是做成单翼的床不要做成上下铺这样的话呢就能睡得舒服一些。你如果非要做成上下铺你说我人多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你就得克服上面那些困难或者说上面那些不舒适的地方。好关于这个房车坐上下床的事情就说这么多别忘了点赞哟。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